去日本之前有邊10個必須要知道嘅準備呢？如果係日本自由行新手嘅你呢，記得要睇呢條片啦。大家好，歡迎返嚟樂遊日本。咁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下去日本之前呢10個必須要知道嘅準備。咁呢，無論你係新手或者係老手呢，其實都歡迎你睇今集嘅內容嘅。咁如果你係第一次去日本或者係頭幾次去日本嘅話呢，咁以下嘅內容呢應該都會幫到你嘅。咁如果你係去過好多次日本已經係老手嚟㗎啦，咁其實可以溫故知新，或者呢入邊有啲內容呢可能都啟發到你嘅。咁開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嘅話呢，咁就記得幫手訂閱我嘅頻道啦。咁呢個頻道係關於日本嘅旅遊資訊啦，同埋一啲小貼士俾大家嘅。好，咁就事不宜遲，我哋開始。咁首先呢，就想講旺淡季啦。咁旺淡季呢，有分香港嘅旺季啦，同埋日本嘅旺季喎。咁我哋講咗香港嘅先。咁香港嘅旺季咧就有農曆新年啦、復活節啦、暑假啦同埋聖誕節呢啲時間嘅。咁日本咧就有櫻花季啦、日本嘅黃金週啦、盂蘭盆節啦同埋元旦嘅時間嘅。咁呢啲時間咧，無論你係機票啊、酒店啊，咁都係特別貴嘅。咁不過好多人都因為要喺小朋友放暑假或者係有復活節假先可以去旅行啦，咁所以咧呢啲時間咧就真係會比較貴啲，咁都冇辦法啦，係咪？咁建議大家咧，如果你真係呢啲時間去嘅話咧，咁就記得要早大約2-3個月前啊，或者係有啲早鳥優惠，可能半年前咧，你都要決定買機票或者係 book 酒店，咁就會平啲啦。咁雖然日本呢啲旺季咧係會貴啲啦，但係其實咧佢喺呢啲時節咧，日本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㗎，好似櫻花季咁有櫻花睇啦，係咪？咁如果去嗰個盂蘭盆節咧，其實都有啲花火祭啊、煙花啊嗰啲，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㗎。佢黃金週咧好多時都會有啲特別嘅 event 添，咁所以呢啲時節貴得嚟咧，其實都值得嘅。咁跟住第二點咧，就講下住宿咯。咁如果你選擇住酒店嘅話咧，咁可以去唔同嘅網站度訂啦，譬如 Agoda 啊、Hotels.com 啊、Booking.com 啊呢啲，咁你都可以訂到唔同嘅酒店啦。如果你係一家大細或者去啲郊外嘅地方，或者咧你直情想喺個住宿入邊煮下嘢食啊，成班人 gathering 下咁樣咧，咁其實 Airbnb 咧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因為你住酒店嘅話未必可以咁大間房啦。如果你一大班朋友啊，你想 book Airbnb 4-5個人啊、6個人啊、8個人啊咁樣咧，咁其實都有啲大啲嘅屋選擇俾你咧。咁 Airbnb 都唔錯。咁我自己咧，如果成班朋友嘅時候咧，我都好中意 book Airbnb，因為咧可以自己喺超級市場買啲和牛啊、靚嘅肉啊、菜啊，翻去 B&B 嗰度打邊爐啊嘛，係咪？咁如果你話我一個人住嘅，我想一個人去旅行，budget所限嘅話呢，咁其實膠囊酒店呢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喎。咁始終佢會平啲啦，同埋有啲人呢會怕一個人住酒店驚㗎嘛。咁你住膠囊酒店嘅話呢，你再喺隔離呢可能都好多人。不過個唔好處呢就係私隱度低啲啦，嗰個安全性啦，同埋會嘈啲咯。如果你會去溫泉酒店嘅話呢，咁其實用日本嘅網站呢選擇會更加多啊！你可以去樂天嘅網站啦，或者 JANA 嘅網站啦。不過你就要識日文就會好啲咯，因為嗰啲全部都係日文嚟嘅。咁但係佢提供嘅溫泉酒店啊，或者其他另類日本嘅酒店選擇呢，就會多好多噶啦。同埋如果想平嘅話呢，記得都係早啲 book 喎，可能係要早1-2個月啦，甚至乎呢再早啲呢，有陣時都會有啲早鳥優惠啦，同埋睇下有冇啲 coupon code 呢，有陣時如果可以輸入到嘅話呢，咁啊仲有 discount 嘅喎。咁同埋最好呢，因為你提早咗約啊嘛，你最好揀啲呢真係可以 free cancel 嘅，咁就會方便啲你計劃行程啦。如果唔係你真係 book 咗俾咗錢嘅話，到時佢冇得免費退翻錢呢，咁就弊啦。咁第三點咧就講下入境啦。咁而家入境日本嘅話咧，如果我哋香港過去咧，其實係有90日免簽證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唔使申請特別嘅 visa 噶啦。咁佢而家咧就有啲入境嘅程序啦，咁我哋咧就要去一個叫做 Visit Japan Web 嘅網站嗰度咧去做一個電子登記咁樣噶。
以前我哋去日本呢，我哋係可以手填表噶嘛，其實而家都仲得嘅。不過呢，佢都好強烈建議我哋呢用電子嘅 Visit Japan Web 嚟申報入境嘅。如果可以嘅話呢，我哋喺去日本之前呢，其實你大約1至2個星期左右啦，你就可以填定噶啦。因為你要 book 好晒酒店啊，你有酒店嘅地址呢，你先可以登記呢個 Visit Japan Web 嘅。如果你唔識登記嘅話呢，我之前都有短片嘅詳情呢，你可以撳上面條 link 或者喺描述欄入邊呢，我都會提供翻之前 Visit Japan Web 嘅 link 俾大家睇嘅。咁其實呢個 Visit Japan Web 呢，佢冇話你要幾耐之前登記嘅，你最少呢要你入境之前6個鐘登記嘅。咁所以呢，其實你1個月之前登記又得，2-3個禮拜之前登記又得，都冇所謂嘅。咁最緊要你確認到你嘅住址就得㗎啦。咁日本同香港呢，其實爭1個鐘頭嘅啫。咁即係日本呢係快香港1個鐘嘅。譬如而家香港時間如果係下晝3點嘅話呢，咁日本時間就係下晝4點㗎啦。咁所以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呢，記得如果你 book 咗餐廳啊或者點都好呢，你啱啱到埗嘅話，你記得你將隻錶校翻啱時間喎。如果唔係呢，你就遲到㗎啦，咁變咗就唔好啦，係咪？咁好多朋友仔咧都想知道日本嘅天氣係點樣啦，咁我就分開4季咁樣講啦。咁首先呢，4月到5月春天嘅時間呢，咁就其實唔會好凍嘅，咁有少少涼爽啦。咁但係呢，佢夜晚嘅溫差呢都幾大㗎，咁所以呢，可以嘅話最好就帶一件薄嘅外套，咁夜晚凍嘅時候呢就可以着啦。咁如果6月至8月嘅時候呢，係超級熱啊！今年呢，直情最高38度啦。如果我係福岡嘅話，喺東京嗰啲呢，有時候最高去到40度喎。咁不過相對地呢，同香港比較呢，香港因為超級濕熱啊嘛，呢邊係舒適少少嘅啫。但係你唔好以為都唔熱啊，係超級熱啊！因為呢度商場始終冇咁多啦，同埋露天嘅地方呢都比較多，所以係咁曬住嘅話呢，其實都幾辛苦，好容易中暑啊！咁記得咧要有啲防中暑嘅產品啦，譬如啲涼啲嘅冰涼巾啊，飲多啲水啊，有帽就戴下帽啊，同埋記得要搽防曬咯，因為呢邊嘅 UV 咧個紫外線係超級強啊，勁過香港我諗幾十倍都有啊，即係誇張啲咁講啦，係咪？係啦，但係超級勁咯，曬一陣咧都黑㗎啦，你去完旅行翻嚟咧，其實都可能會黑咗1度咁樣㗎，咁所以咧記得要搽防曬啦。咁9月至10月就秋天啦，咁就開始涼翻啲嘅，咁咧已經可以着少少長袖衫㗎啦，其實。咁如果你話你係好怕凍或者你係好怕熱嗰啲人呢，咁你就自己衡量翻啦。咁跟住冬天啦，11月至3月呢，咁有機會會落雪添。咁所以就睇下你去邊一度啦。如果你去北邊啲呢，其實落雪嘅機會率呢都會高㗎喎。咁所以呢，記得睇下天氣預報或者係 download 啲天氣 app，好似我之前講解呢一個天氣 app 咁樣，可以 download 定。咁你去日本之前1個禮拜呢，睇下個預測嘅天氣預報啦，大約你睇下執啲咩衫過去呢，咁就會好啲。不過都提埋你，如果日本嘅冬天呢，其實佢凍啦，但係你唔好着超級多衫而除唔到嗰啲咯，係啦，因為呢，佢好多地方有暖氣㗎，譬如你商場有暖氣啦，搭車搭地鐵又有暖氣啦，跟住你最好就可以着一啲厚嘅可以除得嘅衫咯。一係你就着嗰啲所謂洋葱式咁樣着幾件褸咁樣再保暖啦，頸巾啊手套呢啲可以除得到嘅嘢就會好啲啦。日本係乾過香港好多嘅，咁你喺香港住得耐呢，咁你潮濕過到嚟日本呢，忽然之間乾咗咁多呢，大家啲皮膚呢可能都會唔好啊，即係會可能好痕啊，會紅會拗佢咁樣，所以呢，最好做定保濕或者係帶啲可以保濕搽下定啲 cream 啊、潤唇膏啊，咁就好好啦。最緊要都係 UV 好勁，記得做好防紫外線嘅準備啦。咁去旅行呢，點都要上網㗎嘛。咁有幾個方法可以喺日本上網嘅。第一個呢，你就喺香港租個 WiFi 蛋啦。咁佢好處呢，就係一部機呢可以好多個人一齊用啦，或者你唔同嘅電腦啊、iPad 啊、iPhone 啊或者電話呢都可以一齊連接。咁除翻開呢就平啲嘅。
但係咁佢有咩唔好處呢？唔好處就係你又要帶多一嚿嘢啦，同埋呢，佢嘅耗電量都幾多噶，咁所以呢，你又要外置充電啦，同埋最重要嘅話呢，如果譬如你兩公婆去咁樣啦，或者男女朋友去，你用一個 WiFi 蛋嘅話呢，咁你分開咗嘅嗰一個人行開咗，咁佢就上唔到網啦，咁呢個就係個唔好處啦。咁另外，如果你話買 SIM 卡咁樣啦，咁好處呢就係譬如你去深水埗又好，去買其他 SIM 卡又好啦，咁有平有貴，咁就一插即用，咁就方便好多嘅。但係呢，你都要睇下上網其他人嘅介紹啦，有啲好壞參半㗎。有人呢就試過買完之後落地喺日本嘅時候插卡先發現用唔到喎，張卡壞嘅，或者係勁慢速啊咁樣，咁所以你買嗰時呢都要問清楚嗰啲哥哥仔或者姐姐仔啦。咁第三個咧就係 eSIM 嘅好處咧就係你唔使插卡，喺電話嗰度撳掣咧就可以即刻買個月費咁去用啦。但係咧香港嘅 iPhone 咧係用唔到嘅，咁其他電話會唔會用得到我就唔肯定。不過都仲有電話係支援 eSIM 嘅，可能 Android 啊或者係其他國家地區嘅 iPhone 啦，咁都可以用到 eSIM 嘅，咁就幾方便。不過就會貴少少㗎。咁另外就係電信商嘅海外計劃啦，咁如果你本身 join 嗰啲 plan 係可以加一啲海外 data 漫遊嘅話呢，咁就會方便啲，又唔使換卡，不過就有可能會貴啲啦。咁最後咧就想講埋個蘇仙啦或者自由鳥呢一啲，咁佢哋咧成日都有啲不定期嘅優惠㗎，可能買幾多日就會送一日俾你咁樣啦，咁都幾抵嘅。不過有機會咧佢哋都係慢少少啦，或者係你要留意翻佢嘅數據用量，每日係得500M啊、1GB啊定係點樣咧，你就要睇清楚啦。第7點咧就係電壓嘅問題啦。咁日本嘅電壓咧係100個伏特嘅，香港咧我哋係220噶。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香港嘅電器想拎過嚟日本用咧，譬如有啲人會中意拎個水煲仔啊，咁嗰啲帶過嚟酒店嗰度用咧，咁你就要留意翻你嗰個電壓咧究竟同唔同啦。咁如果你嗰個電器咧係由100至到220或者240嘅話咧，咁就冇問題噶啦。如果你喺日本咧想買電器翻香港喎，咁你都要留意翻咧佢嗰個火牛啊係咪可以自動變壓。咁好似以呢個 Apple 嘅充電器為例啦，如果你有電話要拎過嚟叉電啊，咁咧你都要望下嗰個充電器喎。咁 Apple 呢啲咧係100至到240添㗎，咁所以咧就冇問題㗎啦。咁喺日本咧，當然最主要嘅溝通語言咧就係日文啦。咁但係你話如果我哋唔識日文，去到日本用英文得唔得呢？咁其實喺主要嘅城市，譬如好似東京啊、大阪呢啲呢，其實你用一啲好簡單嘅英文去溝通呢，其實都冇問題嘅。即係你落下單點下菜呢啲呢，其實 OK 嘅。不過如果你要去一啲小店或者深度遊嘅話呢，咁就真係未必會識英文啦。可能佢真係識 yes no 嘅啫。不過以我自己嘅經驗呢，最初我第一次去日本嘅時候，我都係唔識日文嘅。咁但係其實呢，只要你有 body language 啊，咁你溝通呢，其實都冇問題嘅。咁縱使我哋完全唔識日文啦，咁但係其實日本呢有好多漢字噶嘛。咁所以你見到嗰啲漢字嘅時候，其實你大約都有機會估得到嗰個意思係乜嘢嘅。咁所以都唔使擔心。不過都想講，如果你真係識啲日文嘅話呢，喺日本旅行嘅體驗呢係完全唔同啊！你會開心啲，同埋你可以同唔同嘅人溝通下呢，成個感覺嘅旅程呢都會愉快啲咯。咁喺日本嘅交通方面呢，咁除咗自駕遊可以自己租車之外呢，咁其實好多時我哋都係會搭下電車啦，或者巴士啊、JR 呢一啲嘅。咁搭車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除咗可以俾現金之外啦，仲可以用 IC 卡，即係好似香港八達通咁樣。咁最出名嘅呢，就係東京嘅西瓜卡啦。咁其實呢，有好多種類嘅卡㗎，喺日本每個地區都有。但係呢，而家已經全國共通咗㗎啦。咁所以呢，無論你有邊一張 IC 卡呢，你喺全國邊一個地點呢，大部分都可以用得到㗎啦。咁如果你想知道點樣買 IC 卡或者點樣用嘅話呢，以前我呢條片咧都有介紹過嘅，可以 click 入去睇翻啦。同埋你用 iPhone 嘅話呢，其實可以直接安裝呢個 Sui 卡，即係西瓜卡，就會好方便好多噶啦。咁因為片長所限呢，咁所以有興趣呢，睇翻我之前呢一條短片啦。
咁有啲朋友仔咧都想知道大約帶幾多錢去日本咁樣呢？咁其實呢，而家好多百貨公司啦或者連鎖店呢都會收信用卡㗎啦。咁但係有一啲小鋪頭呢，咁佢有機會淨係收現金㗎咋。同埋就算大型連鎖店都好啦，如果你想用手提電話 iPhone 嘅 Apple Pay 呢，都唔係度度支援嘅。咁所以呢，信用卡同埋現金呢，你哋都要帶定少少啦。咁唱幾多錢或者去邊度唱呢？咁其實喺香港呢，好多銀行呢，你有手機 app 呢，其實都可以即刻兌到外幣嘅。如果唔係呢，你就可能要去一啲找換店啦，咁樣去唱錢咯。咁銀行嘅話呢，如果你有綜合戶口唱完錢咁樣啦，咁你仲可以呢直接喺日本呢拎啲 yen 出嚟喎。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喺日本點樣可以直接撳 ATM 機撳到 yen 出嚟嘅話呢，咁就留言話我聽。咁如果大家都想知嘅，咁我遲啲再分享俾大家睇。咁我自己去旅行嘅時候呢，就習慣大約每一日啦，就預可能1000蚊港紙，大約1萬至到2萬 yen 一日啦。咁好視乎呢你嘅使法嘅，平有平玩，貴有貴玩嘅啫，係咪？咁所以我自己就預計啦1萬 yen 一日。咁如果以我為例啦，我去7日嘅話呢，咁我大約帶10萬 yen 左右啦。同埋呢度要提一提大家喎，喺日本入境嘅時候呢，最多呢只可以帶100萬 yen 入境嘅啫。咁如果你多過100萬 yen 嘅現金嘅話呢，咁入境嘅時候呢，你就要特別申報㗎啦。咁以上呢，就係10個去日本前必須要知道嘅準備啦。咁嚟緊呢，我仲會整一啲短片咧，係關於去日本嘅禮儀同埋必須要知道嘅潛規則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都留言話我聽，等我可以知道啦。咁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話呢，咁記得多多支持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呢條片。咁如果有朋友都想知道嘅話呢，就記得 share 俾朋友啦。如果你想知多啲日本其他嘅生活小知識或者資訊嘅話呢，咁就記得 follow 埋我 IG。好，咁我哋就下次再見，拜拜。